虽然香港离台湾很近，但我还是第一次来呢。就一起来看看香港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吧。一般人可能都是搭机场快线，不过酒店巴士其实便宜很多，而且有很多路线可以选择。我们这次住在西营盘站，可能是个比较冷门的地点，但其实就在上环的下一站而已。在港岛移动，其实很推荐叮叮车，不论远近都只要港币3块，也可以使用八达通卡。香港住宿普遍都蛮贵，而且房间很小。这次这间怡庭酒店一个晚上只要3000多台币，房间算蛮大的，而且真的就在地铁站出口旁边，真的很方便。由于后面有小犬台风影响，第一个晚上就直冲太平山看夜景，搭乘登山缆车时就可以看到漂亮的夜景。还好有上来，因为后面几天的天气都很悲惨。山顶缆车在疫情期间刚好大整修，在2022年8月底，经过14个月的改造后变成现在的样子。下山后赶去吃有名的九记牛腩，运气不错，没有排队。第二天的一早，请香港的堂哥堂嫂们带我们去吃道地的港式早餐，也在西营盘站附近。接着去他们家坐坐，顺便看看英迪的本尊。接下来就是搭叮叮车去湾仔，享用米其林1星的干排烧鹅。点了干排烧鹅、花皮乳猪，还有忘了什么面跟冻柠茶，就要542港币，这就是摘星的代价。接着去买蛋挞，超好吃的 Bake House。开什么？我来开箱 Black House。不得不说，他家的蛋挞真的超级好吃。接着来到中环的天星码头。准备搭天星小轮过维港到尖沙咀。受小犬台风的影响，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了。真的是在台湾已经经历一次小犬台风，飞到香港又要再经历一次同一个台风。在船上近距离观赏维多利亚港的夜景，的确跟在太平山上往下看很不一样。推荐大家可以搭天星小轮，顺便也可以过海到尖沙咀。晚上堂哥堂嫂要请我们吃他们香港最爱的餐厅，就是在尖沙咀，刚好搭天星小轮过来，一举两得。吃饱后到兰桂坊走走逛逛，位于中环，它以其狭窄的小巷和陡坡而闻名。拥有众多酒吧、餐厅和夜店，是当地人和游客聚会的热门地点。现在年纪也大了，也没要喝酒，该早点回家洗洗睡了。第3天一早，风雨越来越大，一早来挑战老牌茶楼莲香楼，真的跟战场一样。还好同桌香港阿姨教我们怎么点餐，不得不说味道还是挺不错的，值得一来。这是铜锣湾鹅颈桥下的打小人，台风天只有这一摊有营业。一样也是米其林1星的一乐烧鹅，但环境就跟台湾一般烧腊店差不多。大叔说这次好像没有上次好吃了。兰芳园不是因为台风，而是因为装修也没开。我在吃米其林3星的一点心，但是不是泰式店，是中华店，然后很幸运的不用排队，所以我们就冲进来啦。依旧是天候不佳，只能去国际金融中心吃喝逛街。来自摩洛哥，在新加坡很红的咖啡掰扯这里也有，还有日本京都很红的 Percent 阿拉比卡。这里面的掰扯超大间，也有卖外带的咖啡及甜点，有各种口味的可颂，还有大叔最爱的柠檬棒蛋糕。
最后在晚上要去机场前，去吃一下大叔香港同事推荐的喜喜冰室，他说是他的最爱。不知道是因为台风天，还是很道地的茶餐厅，店里没有什么游客，不过餐点还是有一定的水准，装潢也很复古。在离开香港前，再来一杯大叔最爱的冻柠七。随着台风远离，终于风雨也变小了。下午过后，很多店家也开始营业了。第3天晚上风雨最强的时候，还好有我堂哥堂嫂收留我们，在他们家也吃了一顿大餐，不然外面餐厅都没开。最后又得搭酒店巴士去机场坐飞机了。虽然这次天气不好，但很多心心念念的美食都有吃到。香港，我们下次再见。